大家好，我是阿树。在上集影片，我游览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黑山旅游名片科多尔，这座被群山跟海湾环抱的海滨城市，以壮丽的科多尔湾和悠久的历史闻名于世。而接下来在本集影片，也就是巴尔干半岛的最后一集影片中，我将跨越国境前往另一个充满故事的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它的另一个名字可能你更为熟悉，那就是波黑。说到波黑，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首先想到的是历史课本里面的萨拉热窝，想到那场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刺杀事件。但在进入波黑的首都之前，我的第一站是位于波黑的古城莫斯塔尔。从黑山科托尔出发，驱车约90公里，穿过蜿蜒的山谷和边境线，便能抵达这座被誉为波黑旅游名片的城市。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莫斯塔尔古桥。今天我们有一位朋友飞飞机的时候，把飞机落到水里面了。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因为现在桥上面，如果到了中午的时候会有人跳河，我们在等那个小哥找回那个飞机。在南斯拉夫解体战争的时候呢，莫斯塔尔可能是波黑最出名的旅游城市了。它坐落在内雷特瓦河畔，始建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在这里交融合，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多民族聚居的城市。那么，让莫斯塔尔闻名世界的，一定是横跨内雷特瓦河的老桥——莫斯塔尔桥。这座石桥修建于16世纪，被誉为奥斯曼建筑的杰作。城市的名字 Mostar 甚至就来源于守护桥梁的人。这座石桥今天看来宁静而美丽，但在30多年前，这里曾是波黑战争最激烈的前线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的民族、不同宗教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桥的两端连接的不仅是河流两岸，也连接着不同的文化和信仰的人群。然而，随着上世纪南斯拉夫解体，波黑陷入战争。起初呢，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克人与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曾并肩作战，共同抵抗塞尔维亚武装。但战争的发展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到了1993年，曾经的盟友因为领土、权力和政治诉求的分歧反目成仇。莫斯塔尔被内雷特瓦河分隔成两个世界，东岸由波斯尼亚克人控制，西岸由克罗地亚武装控制。而这座已有400多年历史的老桥，恰好处于双方对峙的前线。1993年11月9日，在双方持续炮火的攻击下，老桥最终坍塌，坠入河中。那一刻被电视镜头记录下来，传遍全世界。战争结束后，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人们按照16世纪的原始工艺重新修建了老桥。今天我们站在桥上欣赏风景，曾经分裂城市的河流依然流淌，而这座重新修起来的老桥也成为了波黑最重要的和平的象征之一。사진 좀. 사진 좀. Bizde çekin. 아,
有手机吗？艾莎吗？啊？有手机？啊。Over the bridge.这是2019年10月，也就是差不多7年前，我拍摄下来的影像。坦白说，那时候的我连相机都没有完全连相机都不太熟练使用。当时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把这些影像分享到网络上，他们原本只是属于我自己的旅行回忆，只是跟着当时的心情随手记录眼前的风景。有些镜头没有旁白，有些画面我甚至都记不起来当初为什么按下快门，它背后有什么内涵。如今回头再看，他们或许有些单调，有些稚嫩，称不上精彩，但无论好与坏，他们都是我的来时路。这些影像记录下来的不只是风景，还有那个对未来一无所知、懵懂好奇的自己。看着这些多年前的影像，我才意识到时间和努力真的会悄悄改变一个人。当年那个连相机都不太会用的人，如今已经带着他走过许多的地方。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摔倒？哎呀，真的好。
现在我们准备离开莫斯塔尔，前往下一站萨拉热窝，就是波黑的首都。最后看看莫斯塔尔的风景。哦，你怎么不飞回来呀？水壶拿回来了。离开莫斯塔尔，我们沿着内雷特瓦河谷一路向北，前往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两座城市相距约130公里，车程约2个多小时。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巴尔干半岛特有的山河画卷缓缓展开。这里没有欧洲大城市的繁华，却有一种质朴而宁静的美。说的这个拉丁桥事件啊，前面在车上有说过。其实当时刺杀这个斐迪南大公的这个小伙儿，他其实很有意思。他把这个斐迪南大公刺杀之后，其实他很害怕，他自己想开枪自杀，然后他的枪卡壳了，自己没有自杀成功。然后他嘴里含的毒药呢，被他咬破，也没有自杀成功。结果他跳到了那个米里亚茨河里面，然后河水很浅，也没有死成。3次的话都没有死成，最后的时候是被他们这个奥匈帝国的这个军队的人员逮捕，然后判了绞刑哈，死掉了。萨拉热窝这边也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战争的一个痕迹。前面有说过哈，这个萨拉热窝这个城市啊，是1450年的时候是由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建的，所以它从15世纪开始啊，就是非常繁华和重要的一个城市，它是仅次于这个咱们叫伊斯坦布尔吗？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仅次于这个城市的第2大城市。因为当时的人口在15世纪的时候可以达到8万人，是已经非常大的一个人口数量了。所以它也是战争的一个主要就是多发地带嘛。因为它这个城市比较富裕，经济比较好，如果要占领他们的话，首先肯定攻城都是攻的这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下面弹孔都有还在用。你看这楼上都有弹孔啊！它这些老房子都是可以看得到。刚才离开莫斯塔尔，来到萨拉热窝，从车窗外能看到萨拉热窝是坐落在群山环抱的河谷之中。就是很多人说到萨拉热窝，首先想到的就是萨拉热窝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会了解到萨拉热窝不只是一座因为战争而闻名的城市。从15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后呢，在这里建立了一座繁华的贸易城市。几个世纪以来，清真寺、市集、浴场、驿站陆续出现，形成了今天萨拉热窝老城的雏形。那么待会儿走在老城的石板路上呢，两旁能看到充满土耳其风情的商铺和咖啡馆，空气中飘着烤肉和咖啡的香气，就给人一种错觉啊，好像不是置身在欧洲，而是来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然后呢，到了19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萨拉热窝迎来了新的主人。1878年柏林会议后，奥匈帝国开始接管波斯尼亚，也就是波黑，并将这座东方气息浓厚的城市改造成了现代欧洲都市。所以我们能在这座城市看到电车欧洲式的大道、市政厅和天主教堂。在这座城市只短短走几分钟的步行距离，便能从奥斯曼风格的老城走进奥地利风格的新城区。有人说萨拉热窝是欧洲最特别的首都之一，因为这里既像伊斯坦布尔，又像奥地利维也纳，东西方的文明在这里相遇碰撞。然而呢，也正是因为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改变世界历史的事件。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来到萨拉热窝视察。当时的波斯尼亚已经被奥匈帝国吞并多年，但这个地方仍生活了许多的塞尔维亚族人，他们始终希望与邻国塞尔维亚统一，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当天，一群年轻的塞族民族主义者埋伏在皇储车队经过的路线旁，原本失败的刺杀行动却因为一次意外出现转机。因为司机走错路线，皇储的汽车竟然停在了拉丁桥附近，而19岁的刺客加弗里洛·普林西普
恰好呢就站在那里。2声枪响过后，斐迪南大公和妻子当场遇刺身亡。1个月后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德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相继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就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萨拉热窝事件并不是战争真正的原因，但它点燃了当时早已剑拔弩张的欧洲火药桶。而眼前这座不起眼的拉丁桥，也因此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桥梁之一。今天的萨拉热窝早已恢复平静，咖啡馆里坐满聊天的人们，电车依旧穿行在街道之间。当我们漫步在这座城市，会发现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波黑战争留下的痕迹依然存在于街头巷尾。或许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像萨拉热窝这样，能把数百年的欧洲历史浓缩在几条街道之中，而这或许也是它迷人的地方吧。好，这我们好，儿子们好。才给那个老师看，那个老师也说好的。在酒店安置了行李后，我们就搭车前往萨拉热窝最著名的观景点黄堡。黄堡建于奥斯曼帝国时期，位于俯瞰城市的山坡之上。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守护着这座河谷中的城市。从这里望去，整座萨拉热窝城市尽收眼底。红色屋顶沿着山谷向远处延伸，清真寺的宣礼塔跟教堂钟楼共同伫立在天际线之中。这2位美女在这个跳舞，然后让我们帮她拍视频。麻烦你。我们准备去黄堡拍日出了。海丽，那个地方一会儿会很漂亮。
点儿。啊，对。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我是要人的，平时都开始。So snygg mat, så kan det vara.
因为我那个他这两个女，就是有一个女的。Best friend. In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kind of enemies. Murat was a Catholic who converted to Islam. And then the sunset is every day in a similar time. Changes Haram and Salam. Haram only for the family members, Salam for the friends, neighbors.
这是2019年的世界，那时候没有今天世界不同角落发生的战争，那时候我也没有开始做自媒体，没有拍视频为业。当时的我拿着相机，懵懂的跟着旅游团走过塞尔维亚、黑山和波黑，在陌生的街道上漫无目的的行走，把看到的一切随手记录下来。差不多7年过去了，世界变了很多，我也变了很多。旅行有没有意义呢？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我看来，旅行不在于去了很多地方，而是在不断出发的路上看见不同的世界，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包容。巴尔干半岛的游记分享就画上句号了。感谢各位看到这里，新的旅程将开始了，期待与你一起出发。